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兽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各位有没有想过，一句话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大到可以定义一场横跨160几年的科学跟宗教之间的大战。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场可以说是史上最传奇也最被神化的一场科学辩论，1860年的牛津演化论大辩论。这场辩论在很多书里面、电影里面都被描绘成是科学理性对决宗教迷信的史诗级碰撞。但真相真的有这么非黑即白吗？没错，就是这句。你听听看，火药味是不是超级重？这句话据说就是当时的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对着达尔文理论的头号捍卫者赫胥黎，当着几百人的面说的。哇，光是想象那个画面，你是不是就能闻到现场那种快要打起来的火药味了？这听起来根本就不是一场学术研讨会，对吧？这根本就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学术格斗赛啊！这场对决的两位主角可以说是当时英国的顶级知识网红了，真的。一边是牛津主教维尔伯福斯，他是个能言善道、魅力四射的演说家，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非常非常大。另一边呢，是人称达尔文的斗牛犬的生物学家赫胥黎。为什么叫斗牛犬？因为他捍卫达尔文理论的那个风格，就是那种一旦咬住对手论点的弱点就死不松口的那种凶猛风格。你看这个阵容听起来是不是就像一场重量级的拳王争霸赛？但重点来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版本，这个充满戏剧张力、英雄对决坏蛋的故事，它真的是历史的全貌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被后人为了方便理解而加油添醋过的懒人包呢？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去探讨的核心问题。大家到底在气什么？为什么一个科学理论会让整个社会的反应这么激烈？演化论到底挑战了什么样的权威？以及最重要的，那场传奇的牛津辩论背后到底隐藏了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细节？我先偷偷剧透一下，这场精彩的对决，它的真相可能跟你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要了解这整场辩论的来龙去脉，我们得先回到一切的源头，去搞清楚那个引爆所有争议的思想核心——达尔文的演化论。请注意哦，在当时，这不只是一个新的科学理论而已，它简直就像一颗直接投向欧洲思想界心脏的核弹级震撼弹，这准备要彻底动摇几百年来权威根基的一个东西。在达尔文之前，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叫做神创论，或者你也可以叫它特殊创造论。这个理论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从狮子、老虎到你家门口的小麻雀，都是上帝在创世的某一个瞬间，啪的一声，一次性完美的创造出来的。而且创造出来的时候就长现在这个样子，几千年来都没变过，并且被精准的放在最适合他们生活的地方。这不只是一个宗教信仰哦，这在当时同时也是科学界跟神学界的权威共识，是写在教科书里面的真理。但是达尔文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是那种坐在书房里面空想的哲学家，他是一个脚踏实地、观察力超级敏锐的博物学家。他花了整整5年时间环游世界，透过大量的田野观察，提出了一连串看似简单，却是拳拳到肉之极极神创论要害的问题。比方说他问，如果上帝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师，那他为什么要创造出一大堆长得超像、功能也差不多的山雀呢？设计一种不就够用了吗？还有，如果北极熊是为了北极酷寒的环境设计的，企鹅是为了南极设计的，那为什么上帝不顺便在北极也放一点企鹅，在南极也放一点北极熊？反正环境都差不多冷嘛，对吧？你看，这些问题在今天听起来可能很普通，但在当时却是颠覆性的，因为他用的完全是现代科学的精神，也就是基于证据跟逻辑去质疑权威，而不是盲目的接受。而且整个事件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在1858年6月，另外一位博物学家华莱士，人在东南亚的丛林里生了一场大病，发着高烧的时候，竟然独立地发展出跟达尔文几乎一模一样的演化理论，还写信寄给达尔文请他过目。你想想看，这让在英国已经默默研究了20年的达尔文吓出一身冷汗。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拖了，于是隔年11月，《物种起源》这本旷世巨作终于问世。结果第一版1250本，上市第一天就全部卖光，整个伦敦的知识圈都在疯狂讨论这本书。然后仅仅7个月之后，这场传说中的牛津大辩论就登场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多么的紧绷和激动，就像一部高潮迭起的影集一样，一集比一集更精彩。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很多人都以为牛津辩论是演化论的第一场硬仗，是整部戏的最高潮，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把整个演化论的论战史看成一部影集，那牛津辩论可能只是第一季的季中高潮。那真正更深入、更具科学性、更像前传的第一场硬仗，早在1年前，就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国麻州的剑桥市就已经上演了。这段故事比较少人知道，但它却是理解整个牛津辩论的关键前传。在美国这场辩论的主角是当时哈佛大学的2位学术巨头，支持达尔文的是植物学家阿萨格雷，他跟达尔文通信多年，可以说是达尔文在美国的知己，也是头号战友。而反对他捍卫神创论的，则是当时美国最权威、最有名的博物学家路易·阿格西。阿格西是从瑞士来的移民，但他凭着超凡的学术能力和个人魅力，在美国的学术圈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这2个人不只是学术上的对手，私底下也是王不见王，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个麻烦人物。阿格西这个人可不是那种只会引经据典的旧时代学者，他用来反驳演化论的终极武器，竟然是他自己最著名的科学发现——冰河理论。在当时，这可是地质学界最前沿、最草的理论。他主张，地球在历史上经历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冰河时期，每一次冰河来临就会毁灭大部分的生物，然后上帝会进行一次全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在不同地层看到的化石之所以不一样，不是因为物种演化了，而是因为上帝创造了好几轮。哇，这个理论是不是很漂亮地解释了化石记录的不连续性？根本就不需要达尔文那套共同祖先的说法。这真的是很高招，等于是用科学来反对科学，用一个先进的理论来捍卫一个传统的观念。这就让整个局势变得非常有意思了。这就像在下棋，当你的对手拿起你最强大的那颗棋子，翻过来将你一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一场精彩绝伦的学术将军。阿萨格雷，这位看起来温文儒雅的植物学家，即将上演一场教科书等级的逆转胜。让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重点来了，我们来一步一步拆解格雷这套堪称神操作的论证。第一步，格雷提出一个他多年研究植物地理分布时发现的谜题：日本和美国东南部的植物有很多种类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比如一些特定的枫树跟木兰，但是在这2个地方中间的广大区域，像是整个北美大陆中部跟亚洲大陆，却完全找不到这些植物的踪迹。这用神创论根本没办法解释，难道上帝在这2个地方复制贴上吗？第二步，他话锋一转，说我的对手阿格西教授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论，就是北半球曾经被巨大的冰河覆盖。他先肯定了对手的贡献，给足了面子。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格雷提出了他的洞见。各位想想看，如果曾经有一个植物族群广泛的分布在整个北半球，然后巨大的冰河从北极一路往南推进，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植物族群就会被从中间切断，一部分被推到亚洲东部，另一部分被推到美国东南部，这2个地方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后来冰河退去，这2个被隔离的族群就留在了原地，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也就是所谓的结遗生物，意思是被遗留下来的生物。所以第4步结论就出来了，这种奇特的植物分布完美的证明了它们来自共同的祖先，后来因为冰河造成的地理隔离而分道扬镳。而证明这一切的关键，恰恰就是用阿格西他自己的冰河理论。各位朋友，这一步棋是不是真的太漂亮了？他等于是拿着对手的矛，直接刺穿了对手的盾。所以在科学论证的层面上，这场发生在美国的辩论，其实格雷早就帮达尔文阵营漂亮的赢下了第1回合。好了，
有了美国这场充满科学细节的前传当作背景知识，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回到那场更有名、更广为人知，但也更像是一场大型公开表演秀的牛津大辩论了。让我们来看看，在镁光灯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个版本通常是这样的：在一场挤满了700多人的燥热会议厅里，主教威尔伯福斯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最后他转向赫胥黎，用一种很轻蔑的语气问出了那个流传千古的问题。然后赫胥黎这位达尔文的斗牛犬冷静地站起来，用一句“我宁愿是猴子的后代，也不愿和一个滥用才智、歪曲真理的人有关”这样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话，漂亮的回击，赢得了满堂彩。现场据说还有一位女士因此激动到晕了过去。最终科学战胜了宗教，听起来是不是很热血啊，很大快人心，就像电影一样，对吧？你听听看这段话多么的意气风发，充满自信。我看到了我的优势，我对自己发誓要彻底击垮他，我在阵阵掌声中击垮了他。哇，这段话听起来200%就像是赫胥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描述自己大获全胜的场景，对不对？但是事情的真相往往就藏在细节里面，而且这个细节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没错，这段最能够证明科学阵营大获全胜的描述，根本不是出自赫胥黎之手，它其实是来自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位顶尖科学家、植物学家约瑟夫·虎克在事后写给达尔文的信里面描述的场景。这就奇怪了，如果赫胥黎是这场胜利的绝对主角，那为什么对胜利最有信心的描述却是来自别人呢？这就引出了这场辩论的另一位，也可能是真正的隐藏英雄。事实上，现在有非常多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当天真正给予威尔伯福斯主教致命一击的，可能不是赫胥黎，而是虎克。为什么？首先，虎克的学术地位，他是当时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园长，是全球顶尖的植物学家，他的发言分量非常重。其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主教根本就搞错了攻击对象。他批评的很多关于生物会自动变完美的论点，其实是另外一位科学家拉马克的理论，根本不是达尔文说的。这等于是直接指出主教连功课都没做足。再来，他运用自己深厚的植物学知识，针对主教提出的关于物种变异的质疑，进行了非常专业而且有力的反驳。这跟赫胥黎那种比较哲学性、比较呛辣的反击不同，虎克用的是实实在在的科学证据。最后，也是一个很实际的点，当时的会场又大又吵，没有麦克风，赫胥黎的声音比较小，很多人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但虎克的声音洪亮，能够镇住全场，所以当天的 MVP 很可能就是这位长期被大家忽略的植物学家。更有趣的是，就连那句最经典的猴子祖先名言，在当时的报纸报道中都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版本。晨报的版本就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尖酸刻薄的人身攻击，但格拉斯哥先驱报的版本却是主教用一种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态度说，他祖父是不是猴子，对这场科学辩论而言根本无关紧要。你看，一个是尖锐的讽刺，一个是傲慢的轻蔑，这两种语气传达出来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告诉我们，历史的记录往往是混乱的，而且很容易被后来的叙事者为了制造更强的戏剧效果而进行筛选、简化，最终变成一个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神话。好了，我们聊了这么多细节，也解构了这么多神话。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到最高、最远的地方，来看看这整起事件背后那个更深层、更普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场冲突的核心真的只是科学和宗教的对立吗？不，其实远远不止于此。这才是整体事件的真正核心，新知识与旧权威之间的永恒对抗。任何时候，当一个足以颠覆我们世界观的新观念出现时，它必然会与掌握话语权的旧有体制发生冲突。这个旧权威在1860年可能是教会，在哥白尼的时代是当时的科学主流地心说，在今天它可能是某些根深蒂固的经济学理论，或者是我们对 AI 的普遍看法。这是一个不断在人类历史中重演的剧本，只是演员和舞台换了而已。达尔文的革命性呢，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人可能是从猿猴演化来的这个惊人的事实而已，它更深层的冲击在于
它彻底挑战了我们如何确认什么是真理的根本方法。在达尔文之前，真理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权威的教诲，来自于经典的阐释，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接受模式。但达尔文的理论是建立在无数的观察、证据和逻辑推理之上，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发现模式。它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真理不再是单纯靠相信得来的，而是要靠证明得来的。这才是对旧权威最根本也最致命的挑战。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这场160多年前的辩论，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每天在网络上，我们都会看到各种新旧观念的碰撞。当下一个足以颠覆我们认知的达尔文出现时，无论他挑战的是我们对经济、社会、健康还是科技的尝试，我们自己会选择站在哪一边呢？是下意识地站在捍卫自己既有信念跟传统观念的那一方，还是勇敢地要求对方拿出证据，并且愿意开放心态去拥抱新知的那一方？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的深思一下。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传说中的牛津大辩论充满了神话色彩，真实情况远比科学英雄战胜宗教恶棍的故事要复杂得多。第二，在牛津对决之前，一场更具科学深度的辩论早已在美国上演，由植物学家阿萨格雷漂亮地赢得了第一回合。第三，牛津辩论的真正英雄很可能不是赫胥黎，而是另一位科学家胡克，而这整起事件的核心其实是新知识挑战旧权威的永恒主题。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